诈骗是现今社会的不孝之徒以多种令人出乎意料的手段所进行的不公平交易。然而，从人类的社会结构逐步发展初期，交易就是无法脱离的一环。交易又称为贸易、交换、互市，定义上就是买卖双方对有价物品以及服务进行互通有无的行为，也可以是货币为交易媒介的过程，也可以是以物易物。而诈骗就是交易所衍生的不公平手法。所谓的诈骗，在单方面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交易，最后卖方消失，这就是常见的网络诈骗手法。今天我们这一集的影片所要讲的宠物鸟诈骗案，便是使用相似的手法。这些诈骗也让很多饲主损失了非常多的爱鸟，而跟宠物相关的诈骗案件也都层出不穷。大家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些诈骗手法，以免被有心人士诈骗受害。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根据资料显示，在明万历30年，也就是1902年，陈帝所写的《东番记》当中，就有提到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有见到台湾原住民饲养动物的情形。所以说，原住民饲养猫狗等动物的历史，至少可以推至600年前。在当时，主要是为了协助狩猎之用。而后来汉人陆续来台拓垦，同样也有养狗的习惯。不过当时务农为主的汉人呢，养狗的目的不是为了狩猎，而是取得其防盗示警的功能。至于宠物鸟最早的起源，就是要追溯至《礼记》当中所提及的鹦鹉能言不能飞的记载。那么有人饲养宠物，有人喜欢宠物，宠物的贸易肯定就少不了。我们今天所要来介绍的案件是来自于2016年3月25日所发生在高雄的诈骗案件。案件的主角是一对非常喜欢鹦鹉的情侣，他们曾经在鸟园工作，从这些工作的经验当中，他们就开始非常熟知了鸟友的交易习惯以及喜好，因此在网络社群平台当中进行诈骗。警方在登门逮捕时，也发现当事人甚至是有着6条通缉的通缉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SOE50 英雄之宠物公园？这是一个鹦鹉的论坛平台，相信常常在关注鹦鹉的鸟友，对于网络上各大社群以及宠物鸟相关的平台也很熟悉。不过，不是所有买家或卖家都是走正派的，大家也千万要特别小心注意。这位来自高雄的通缉犯，就是在这一个网络平台假借着买卖鹦鹉，或者是说鸟类繁殖界常见的交换鹦鹉的手法，跟对方谈好条件之后，等到对方用空军1号把鹦鹉送上门，嫌犯便消失在网络上。这都让非常多鸟友受骗，而找不到他的联络方式。有些人还一次损失20万元以上。警方到了现场逮人的同时，也找到了房间里面有多达80几只鹦鹉。最戏剧化的发展，居然是在逮捕的当下，因为嫌犯深知自己可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甚至还躲到床底下。但是最后这一对情侣犯嫌，仍被逮捕归案。各位在网络上购买活体一定要特别小心。有些那种对鸟很了解的资深玩家，不见得完全安全。这名犯嫌便是利用他们当时在鸟园工作的经验，得知鸟友的爱好与人性的弱点来下手，用假交易、真诈财的手法来去骗取鸟友的钱。各位，在网络资讯如此发达的年代，滑滑手机就会有很多宠物的消息。但是关于网络的宠物诈骗，一定要有防备之心，对于自己来说才是一层保护。除此之外，在宠物鸟里头还有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容易见到的诈骗案件，我也想要在这集影片当中一起跟大家分享。宠物鸟跟其他的宠物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它们具有飞行的能力，所以说宠物鸟飞失相关的案件都层出不穷。但是你曾经想过，这种鹦鹉飞失的案件呢，也能够成为诈骗案吗？人们在紧张不安之际，特别容易受骗。在2018年12月份，台中一名饲养灰鹦鹉的张太太，她非常爱护自己的鸟宝。不过很不幸的是，在2年前，她的灰鹦鹉不小心走丢了，这让张太太非常的难过。于是她跟一般鸟友一样，在社团当中发文，把鹦鹉的失踪地点时间具体的毛色特征，甚至自己的电话LINE 的 ID 也都写上。当然，这些个资全部都是隐藏的风险，有些更是会打上悬赏金额。那这些悬赏金额庞大的数目，更让诈骗分子起心动念。歹徒从文字当中就能够知道饲主那种很着急的心理状态，
那么这样的诈骗是如何进行的呢？根据相关鸟友的经验分享，这种协寻诈骗分成2个手法。第一个就是打电话跟鸟友说要先汇5000块，这位张太太也是遇到相似的手法，后来请对方拍照特写鹦鹉的细节，对方却不愿意，电话也打不通，一下子说是在鸟店看到的，一下又说是家人买卖来的，前后的说辞反复，张小姐才觉得有诈。而共通点就是都要先汇钱才愿意还鸟，也不给人家面交。再来第2种，就是说要用寄送的方式来去还给饲主，但是饲主你必须负担运费。有些饲主就急急忙忙去汇款了，到后来联系对方的时候才发现没有消息，鹦鹉当然没有被寄送回来。后来当然也有其他的鸟友接收过相似的诈骗说辞，大家千万要当心。这2种都是非常典型的诈骗方式，所以我们的鹦鹉万一有一天不小心飞走的时候，当然可以上网发文协寻。这种网际网络的方式，相较于传统张贴寻鸟启事，效果当然比较好，也可以触及到比较多人。但是切记，请保留部分重要资讯，例如自己居住的确切位置姓名的全名等等。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缴还号码一五一十的写在你的协寻文章里面。缴还号码是帮助我们确认是否是诈骗，以及辨别是否为家中鸟宝最好的证据。许多诈欺案就是到了双方在对照确认缴还号码的时候，才发现对方支支吾吾的讲不出正确的号码。大家这个时候就要有警觉心了，非常有可能是诈骗了。坦白说，许多养过鹦鹉的人对于爱宠都放了非常重的感情，捡到别人的鹦鹉也可以知道对方有多么的心急如焚。所以说据我所知，大多数的鸟友捡到鹦鹉的时候是不会占为己有，也不会拿去勒索，或者是甚至说去领取所谓的悬赏金。因为大家都生怕哪一天是自己家里的鸟宝飞失，我们当然非常非常不希望自己的鸟被别人侵占，只是其他不孝之徒可能就心怀不轨了。我们今天所介绍的2个鹦鹉诈骗案例，分别为来自高雄与台中的诈骗案。不过他们都是运用现在网际网络结合宠物鸟的昂贵价值而进行犯罪。基本上我们的生活当然都离不开网络，不过我们能够做的便是加强资讯的识读能力。尤其是在宠物鸟这一块，每一只鹦鹉的价格可都不低，在交易上面也较无管制或者是相关的规范，因此诈骗的手法才会一再的崛起，更也持续的在变化当中。大家有曾经听说过任何跟宠物有关的诈骗案件吗？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更多人知道，跟更多人分享这个消息，避免其他鸟友在任何网络社群上面受骗。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可以帮我按赞并且分享，也千万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鹦鹉小木木的频道也即将步入4万订阅了。大家如果不想错过每周6晚间9点的最新影片，也可以开启小铃铛，才会接收到最新的通知哦。我是 Jack，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